大家好，我们这节课呢要画的是牡丹啊，圆形的牡丹和小鸟。这是个圆形的卡纸，咱们用的都是一个规格的啊，还是50×50啊，内径是42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点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呢是玫瑰红，然后是紫色。紫色是第一个色阶啊，别看它深，我们这是第一个色阶。这个紫色呢，我们在这个挤的时候，我们给它摊开。为什么给它摊开啊？一会儿咱们就知道了。给它摊开啊，它作为一个调和色，不是主要颜色。好，然后呢是曙红、胭脂、花青。这个颜色呢就用的比较杂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用红色的花头笔给它浸透。好，浸透了之后呢，我们先来一点点，看啊，紫色蹭，这么蹭啊。我为什么给它摊开？因为怕你蘸多了，我们给它来一点点紫色，然后呢，给它一定要揉揉揉啊，反复的这么转，让它在笔根里有那么一点点紫色即可啊。好，很淡的紫色，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？就是调和作用。看这笔根呢，有一点淡淡的紫色，就有韵味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一点这个玫瑰红，薄薄的调在笔里，把玫瑰红啊，我们薄薄的调在笔里啊，从笔肚开始调啊，不要都调。好，然后笔肚的下面我们加浓一点，笔肚的下面啊，我们加浓一点啊，然后来一点曙红、胭脂。胭脂来一点啊，好了，花青不调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画一个花头啊，这个花头呢，我们画一个扣瓣的啊。我们的花头主花头在哪呢？在这儿啊。把这个画面分成4等份，然后在右下方略微偏上一点啊，我们挪开一点，在这里，在这啊。右下方啊，不，右下方，左下方啊，这个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画它的右侧啊，因为我们这下方向要画一个深颜色的，那么这里呢，我们要画浅颜色的，先画右侧的啊。这是中间瓣在这里。啊，我们再吸点水，吸点水之后啊，我们再蘸一点吧，蘸一点这个颜色啊，紫色。我们调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调多了，调厚了啊，让它有一点发青这个感觉就行。但是每次调的还会有变化啊，其实有变化更好，让这个一朵花里边色彩上面有变化。这个可以稍微调重一点。好，啊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玫瑰红调在笔肚啊，先薄薄的调，薄薄的调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笔肚下面要加浓加重，然后笔里10毫米之内呢，调一点那个曙红啊，说错了，5毫米之内呢，调胭脂啊。我们调完颜色是这样的，有点发青紫了啊。然后呢，画哪边呢？画左边，这里也要来一点浅颜色。好，这个颜色呢略微有点变化，你给它接上就行啊，其实更好看啊，有变化更好。好，我们在它的这里，这个花瓣呢不让它是齐的。
那么这块呢，我们画成深颜色的啊，这左边都是深颜色的，我们先往底下画。好，然后笔里边再来一点胭脂，在它的下方处来一个花瓣啊。差不多了，不要画的太大，感觉应该可以了。好，把这底下给它沿边画上。行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它的左边给它颜色重一点，笔肚吸点水啊，重新调色。这回呢，颜色就加重了啊。笔里多来一点玫瑰红，剩下的我们多来曙红，曙红的颜色调在笔肚，然后呢，再把胭脂调在笔肚的下面。你要别不敢重啊，一定要重下来，然后再把这个胭脂调在笔肚的下面。最后呢，这回要来花青了，笔尖处啊，这个花青呢水分比较大一些。来一点花青，那我们调完花青之后呢，我们吸一吸，来笔尖处啊吸一吸，不让它水这么多，笔尖处水多不行啊，它容易阴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画这个深颜色的部分。深颜色部分怎么画呢？我们先来一个大花瓣，给它扣过来啊，然后底边再来一个花瓣，好，外边再来一个。先给它接上，这里边也给它接上，啊，这个颜色就接上了，是不是？外边也给它接上啊。好，最后给它整理一下形，觉得可以了。这里面再来一笔，不让它两边对称。好，行了啊，然后呢，花心切一下，好，把这个花心切一下，这里搭过来一笔，然后我们在它的这个下面，我们来一个深颜色的花头，在这里啊，来一个深颜色的花头。啊，这个花头呢，我们给它画什么颜色呢？不蘸玫瑰红了，我们直接调曙红，让它颜色更加重一些啊。曙红浓一点啊，这个深颜色花头颜色一定要浓啊，要不然这个这个胭脂的颜色干了之后你不够浓，它就发灰了啊，就发旧了。所以我们要浓一点啊，就增加它的反差比。浓一点，要干一点啊，不要水大了。好，然后呢，笔尖处来一点胭脂啊，花青啊，老说错，来点花青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让它画成左边扣瓣了啊。那我们就先画这面。好，这个要比它低。笔尖处再来一点花青，低一点啊。这个深颜色的颜色深啊，我们就给它低一点，让看得更清楚。好，在它的外侧啊，往上翻，来一个花瓣，这里呢给它上去，让它高一点。好，笔尖处呢再来一点花青，我还没有补水。深颜色的花头呢，你慢点画，然后呢让它这个色彩呢浓一些。
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不会浓啊，就导致我们画的花头深颜色的深不下去，深不下去它就不好看啊。我们要把这深颜色画出丝绒的感觉啊。我们也看到了牡丹花深颜色的花头，它很深的。好，把它挤出来。那它表示呢，它在它后边。好了，然后把花心切一下。看一下啊，感觉这里呢还可以再来一个花瓣，是吧？啊，不让它是跟它形态太雷同了，那么这两个花头呢，它这个形态就不那么类似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呢添一个小花苞，在这儿添一个小花苞。好，笔里吸点水，我们让它变淡啊。笔尖处来点胭脂和花青。好，在这块儿我们来一个小花苞。有能看出点结构就行，这样更有韵味，更好看。这回呢，我们给它调圆啊，咱们要点蕊了。把这个先拿一边去，咱们点蕊。好，给它先蘸满，笔尖处蘸的浓一点啊，多一点，少了之后它就点不上。大家看得清楚点啊，拉近一点。这是一组，然后它的上方我们再来一组。外边来点参差啊，这上方再来一组。好，这些就行了。一共吃上就是2大组。这里呢，这个呢蕊呢给它点的少一点，别点的太多了。有的人临摹呢会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怎么掌握它的大小啊？给大家出个招啊，就说你把我发给您的课稿你呢复印一下，然后用铅笔给它打成9宫格，这样的话你按照这9宫格你去画试试，你就知道这个花头叶子都是多大了。按照9宫格里边这个位置，你按这个位置去画，就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也不会有任何的偏差你不用画的跟我完全一样，但是呢比例不能相差太大。差的大了，要不就太满，要不就太空，是不是？我们往往就是掌握不好花头的大小和花瓣的大小也给大家量量，咱们这个花头是多大？我这个呢是16看见了吗？是16这个宽度是13这个呢是13宽度呢是12，就这么大花头不大。然后呢，咱们用这个头绿点一下雌蕊。
好，用头绿点一下雌蕊。好，然后咱们现在画叶子啊，高一点。我们换一个盘子，把它插一插。有。然后这是挤一点藤黄啊，这个没有挤透，好，挤点藤黄，花青，三绿。它跟这个颜色很配的，三绿画出来效果很好，然后再来一点胭脂，好，把花青、藤黄给它调在一起，我们再往里调一点胭脂，这个颜色呢它就重下来了。不让它那么浅啊，浅了并不好看，重了才能把这个颜色托起来，浅了呢它就太绿了。我们这个先来几片浅色的叶子就可以。好，笔根处呢来一点三绿，笔尖处呢来一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先来几片浅色的。花苞啊，先给它画出来。笔尖处呢，再来一点胭脂。我们在这个位置画一组叶子，这里边也要上来一个啊。笔尖处再来一点胭脂啊，胭脂少了不行，它不出效果，是吧？好，一个大叶子啊，两边要有小叶子，再上去一笔。好，一片叶子，不让它们雷同啊。行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在它的旁边这里洗点水，笔尖再来点胭脂啊，润润的。来点叶子。好，现在剩下的我们要来深颜色的叶子。深颜色的叶子呢，我们要来一点这个花青、胭脂，然后来点墨啊，笔尖要加点墨，把它深下来、重下来啊，笔尖加墨。好，再来一点墨。好了啊，重下来，它就好看啊。尤其是浅色的花被深颜色的叶子一托啊，那效果，东北话叫杠杠的啊。真的是特别好看。好，再来，少了三绿了啊，忘了调点三绿了。笔里呢再来一点三绿的颜色，感觉这个颜色没有调好啊，效果没出来。笔尖处再来点墨，我们
们在这里啊，再来2片这个叶子。好啊，那么在这让它盖住它，是吧？啊，底下是齐的，没事儿啊。我们这里再来一组叶子，这是深颜色的叶子。好，把这个花瓣啊给它淡出来啊。那么这边成一个弧形，破一下，稍微破一下，在这里破一下。好了啊，外边笔肚吸点水，在这块儿。行了，这个就不画了啊，这叶子就挺多了，现在就不画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把叶筋勾一下，用浓墨勾一下叶筋啊。叶筋呢要勾出力度。好，最后呢，啊，这里呢还要给它挤出来，不挤出来呢，它这个花就不亮。把这个花型挤出来啊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一下枝干。我们画鸟呢后画，先都画完再画鸟啊。以前我们都是先画鸟，这回呢咱们后画鸟，看看大家能不能掌握好啊。好，笔里来一点这个，来点藤黄，然后3绿，最后呢要来胭脂，我们给它调成带颜色的枝干啊。好，在它的这个一半处往左啊，在这出枝去找主花。啊，上面再来一个。啊，这是一组，然后我们再来一组，笔尖处再来一点胭脂啊，再来一组，找这个花头，不能就这一个呀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给它这样过来啊。好，这2组行了，这个再过来。把这个连上，我比例水很大啊，所以我运笔呢比较快一点，慢了就不行了，慢了就阴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画出来它的这个鸟啊，那鸟呢在哪走呢？啊，在想这个问题啊，要在左边走啊，如果在啊，我们把这个枝干上去，然后在这里过来。那么鸟在哪呢？在这儿，在这儿走啊，这个鸟，这边扎一个，这儿扎一个啊。那么在这里上去一个，行啊。先画鸟，现在就得先画鸟了，再不画鸟了，就容易出现失误了啊。然后还得有点枝，感觉这个枝有点少，那么我们这个枝呢，在这一块出，看一下啊。
来点小枝。行，没有点线呢，这个画面就会缺内容啊，所以要有点线。要不这个呢，不给它变成这个叶子啊，它有点重复，跟它有点平行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画鸟。这个鸟呢，这个枝有点短啊，再往这面抻一抻，在这儿啊，再往这面抻一抻。你连的时候也得会连啊，要连不好了，它就出现这个失误了。好，咱们现在画鸟啊，不画鸟呢，再不画鸟，鸟都没地方了。这块有点这个齐了啊，在这里啊，来点这个叶子。好，来点这个颜色啊。我们这鸟呢，现成的颜色呢只有3绿，是吧？啊，那么这个3绿呢太浅了，我们用3绿加一点这个花青吧。那我就不想起颜色了啊。这个鸟呢，颜色是无所谓的事儿，给它变成这个颜色都行啊，它只要是有深颜色就行啊。这就是有点蓝绿色啊，也可以的。好，这是鸟的身体的颜色啊。我们现在拉近距离啊，找鸟的位置，咱们先画鸟。好。啊，现在这个画一个侧面冲纹的鸟，多远的距离呢？大约离它将近4公分，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画一个鸟，不到4公分，3公分多一点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头部，这就是一个头部，很简单的。然后另一只鸟呢，跟它挨着。稍微离它一点距离啊，歪一下头，这个头这样的侧面啊，这个头呢，我们让它歪这面，我们修饰一下它的头啊，我们让它歪的不一样。这个呢是萌一点，让它歪头纱啊，再远一点，再近一点啊，让咱们看得更清楚。单独特写来俩这个鸟啊，好，然后呢压下去，这是它的翅膀啊。这个翅膀呢在哪呢？在它的侧面，在它的头部下侧方啊压下去，往上走。好，这是它的翅膀。然后呢，我们用小笔啊，把它的结构画一下。这笔少了真不行啊！一画鸟了就发现这个笔不够用的啊。用蘸浓墨啊，浓胶墨，笔里水分不要多啊，一多就阴了。所以我在画这个的时候比较干啊，如果你这个颜色湿的话，就画不好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嘴呢，在这里稍微歪一点啊。在它侧面，这是它的眼睛，眼睛在这儿，2个小羽毛。好，这个嘴呢在这儿，歪头。好，2个小羽毛，这样的啊。然后咱们画它的结构，翅膀。1笔，第2笔要长，第3笔更长，第4笔呢短回来一个弧形，这样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画它的尾巴，再蘸点墨啊。尾巴呢在这里，在它的翅膀下方，弧形运笔啊，1笔2笔，好3笔划过来啊，这就是它的尾巴。好，这个翅膀呢，1笔
2笔妥了，就这2笔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去画它的身体。我们的鸟的画法真的是很简单啊，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啊。我发现我们的学员现在鸟都画得很好了。因为学了花鸟课之后，知道鸟应该怎么去画更简单啊，知道鸟的造型应该怎么去画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鹅黄给它调在笔里啊。换一个笔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去画一个，从它这个小羽毛下面开始画一个弧形啊，看啊，画一个弧形，走啊，把里边给它填满，然后外边这块虚过去，不是都画实了好看啊，这块来个大腿搭一下，行了，这块虚一下子啊。好，这个呢1笔啊，2笔，3笔，把它底下虚过来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画出鸟的这个身体啊，鸟的这个爪子，这里有点小，可以再画一点，让它身体稍微大一点。好，爪子这里一个，然后这里一个，看没有啊？这个爪子它看着舒服就行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，它这个是趴在枝上的啊，那么它的爪子得分开一点，它才能扎住啊。那么这个爪子在这儿啊，这个在这儿。好，那么它底下翅膀呢有个延伸，露个翅膀尖儿，这是它翅膀啊，有个延伸啊。吸点水，它还有一点小尾巴，它的尾巴在哪呢？对上它翅膀底下。别给它画实了啊，别是画实了就好看，不是那样的。好，该画虚的地方必须要画虚啊。如果你给它画实了，你就把这个鸟画死了，就画呆了啊。所以呢，我就像我们画牡丹似的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层次呢画的虚一点，不是都画的实实在在就好看啊。画画呢不能太实在了。没说嘛，画画不能太实在了啊！写一画你画的太实在就呆板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它缩短啊，然后呢，咱们点一下芽苞，好，用点藤黄，来一点胭脂。把芽苞点一下啊，这个芽苞呢，我们让它高上去，不让它一般高啊。深了，这块太深了。啊，这个呢，在这儿。啊，底下呢就不管了，不用画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不小心碰了一下，然后有一个点这个芽苞没有点上啊，不过不要紧的啊，咱们呢就差这2笔呢，咱们是能看出来的啊，我就不重录了啊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怎么提款啊？这个画完之后在哪提款呢？啊，你要是在这儿提款行不行？不行，为什么呢？这块是一个口，你把气给堵上了啊。
我们提款呢一定要形成一个开合的关系，也就是给它变成一个开的关系，不要给它变成合啊。提款呢就等于变成一个新的开，也就是说提款要形成新的缺口。比方说我们要在这儿提款，在这提款是不是就变成新的缺口了啊？在这提是吧？变成新的缺口。那在这提呢也是新的缺口，你看这块也带了一个缺口，是不是啊？你可以在这儿提，也可以在这儿提，是吧？我觉得呢在下边提更好一些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这块呢提稍微有点压着它的鸟，而且呢有点左右对称啊。另外呢还可以怎么提呢？长字款在这儿提啊，提几个字，在这个里边长上啊，给它长起来，把这个字啊也可以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提不好呢，会显得弄巧成拙了，因为这个长字款是难度比较大的。一般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提啊，在外圈提，这个可以转着提，在这提啊，提款。然后提款呢，你要注意啊，提款的格式，就说呢，我们是从左往右，我们正常的读取呢都是从右往左，提款呢要从左往右啊。如果是这么提啊，是可以从上往下的，但是如果是横向提款呢，就要从左往右去写字啊。另外呢，提款还注意一个什么原则呢？就是说有提字和落款。什么是提字呢？啊，给大家拿幅画啊，咱们看一下什么是提字，什么是落款，咱们讲一下这方面知识。来，咱们看一下什么是提字呢？这个鸟语花香，咱们近处看啊，鸟语花香就是提字，这个字呢要大一点。那么这个呢啊，比方说这是我的名写的，这叫落款啊，这个叫落款。这个呢是要盖章啊，那么这个是阴章，阴章呢要盖在阳章的上方，也就是说阴章呢它也是你的名字，但是这个阴章呢它是啊就是红的啊，你看红色的多啊，也就是说它的字是空心的，是白体字啊。那么阳章呢就是红体字啊，然后是白色的地儿啊，跟它正好相反，所以我们把阴章要盖在阳章的上面啊，阴阳不要阳阴啊。中国话讲的是阴阳啊，所以说我们阴章要盖在前面，阳章要盖在后面。这个啊，另外呢，我们在提款呢有几种形式，也给大家讲一下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小品都有几种提款的形式啊。就我自己的话来讲，给大家看一看。来，我们看这张，这张呢，你看鸟在这里啊，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提款变成这样的，正好压着这个鸟，是不是？另外，它这个线是直的，我们这个呢变成一个弧形，对它正好是一个调节。假如说你把这个款提成这样立着的，不但不好看，而且压着这个鸟，另外呢也把这个气堵上了，还有呢就跟这个线成了平行了。所以我们提款也要考虑这个纵横关系啊。所以呢我们提款，我这个提款呢就给它变成一个弧形提款啊。这个呢这就是提字，然后这个呢是落款，这个阴章阳章，然后我们在它的斜对角的下方盖了一个什么闲章。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盖闲章去压它这个角呢啊？我们看一下这地方是不是有个空白呀？而且这块的颜色呢是比较暗沉的啊，跟它呼应一下，这里边呢盖成一个闲章，这块呢就补充一个红色，在这里补充上了红色，另外显得这个画面更加完整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幅画提上款之后，是不是更加？它其实这个题字也是画面的一部分。我们要把题字理解成呢，它也是画，但是题字你要注意不要写大了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字多大？这是大的字啊，也就是 1.5 厘米，不超过2厘米。那么小的字呢，它基本上就是1厘米多一点，是吧？1厘米见方多一点。一般的来说，字呢写的稍微长一点，不要写的太扁啊，尽量写长，别给它写扁啊。我们看一下，也是阴章阳章，这块是个闲章啊，尽量把闲章盖在斜对角。但是如果这个地方画面是红色的，你不要去盖这个章，盖这个章呢就重复了啊，反倒不好看了啊。咱们都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呢就是一个落的一个弧形款啊。在我们这个落款的时候，还应该注意什么呢？比方说这个春风拂面这几个字啊，然后底下为什么我要往下延伸？如果春风拂面直接写上翠霞写行，正好在这画面的中心，
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往下延伸多点个字，让它形成一个半弧形，不让它形成上下对称，这是题款啊，注意事项。还有这个啊，这个呢，这个是这幅画的题款啊，我考虑了半天，为什么要题成这样的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题款呢，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变成一个竖烫，它形成了一个闭合，就是忌讳的，就是闭合啊。那就出了禁忌了啊！另外呢，假如说我把这个题款提在下方啊，这块不行，我提在下面行不行？行了，堵上了，然后跟这个线又成了一个平行，是吧？也不好看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就把款提升在这上面这个位置，既能形成一个新的缺口，这是不是形成一个新的缺口啊？又不影响画面的气，是吧？这个气都留着呢啊，尤其这个气。鸟呢也没有压抑感，而且呢跟这个线啊，它是一个横的，虽然它是竖向的，但是整体看它是一个横的，这个款是横的，跟它形成一个纵横，是吧？所以说这样的题款呢，看上去就比较合理。另外呢，在这底下盖了一个闲章，我这闲章盖歪了啊，没盖好，盖歪了。我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比较粗心啊，大家不要跟我学，我这个章都有点盖歪了啊，当时有点这个。这个刚睡醒午觉啊，有点迷迷糊糊的，然后呢就想着那个把这几个字提了啊。我一般提字呢，我字写的并不好，但是呢我提字我需要先这个临摹一下这个字体，然后才敢去提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字写的不过关啊，虽然我这个运笔呢已经是没有问题了。但是我这个字写的还需要去多锻炼啊，不成形啊。大家看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弧形题款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就没有弧形。为什么这个没有弧形了？我们看到了吗？左边啊，右边啊，是一个弧形的撞边了。如果你这个再弧形，妥了，你这个圆让你整满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这个要考虑一个纵横关系，跟这个线，你看正好成了一个纵横。为什么它这个还补充一条线啊？也就是说这个画面线并不多，一个方面。另外这个画面是弧形的，你不要再提弧形的款了。那么我给它提个竖款啊。还有呢，要注意什么？不要跟它一般高，你往上提，行了，又堵上了啊。处处要想到不要给它堵上了啊。咱们讲一下这个提款呢，也是为了给大家啊提供一些个提款领域方面的常识，咱们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。才能把这个题字更合理另外呢，大家又看到了底下多了一个压脚章，这个为什么多一个压脚章呢？原因大家可能能想到了，这地方本来就空，然后呢，这个颜色又不是亮的颜色，又不是红色，我们跟它呼应一下，补充一个红色。你看这个画面看上去它就协调了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。我们这个题款的时候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闲章其实不盖也行我盖呢，也不算那个不合理，因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不是红色的，如果这个地方是红色撞边，这块没有叶子，这个闲章绝对不能盖，盖了就重复了这个也是，你看这块也是没有红色，所以我们尽量呢，这个在画的时候，你就要考虑题款该怎么办，我们给不给题款留位置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题款，这是国色璀璨那么这底下翠霞写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长度到这里接近于中心了，是不是有点接近于中心了这就是有点失误如果是再稍微在这个位置，就是中心的位置，虽然是有一点中心靠下，但我现在呢就直接盖一个章，就把它拉下来了，你的视线就拉到这里来了，是吧？拉到下面来了。我为什么没有盖两个章？我跟你说因为这块是红色，我盖两个章就有点过于跟它重复了，所以我就盖了一个章，就这么回事所以题款的大概常识我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好，这节课呢咱们就上到这里。